朋友聚会上，女友跟她的男闺蜜玩游戏，输了要喝交杯酒，众人纷纷屏气，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我这里，大家都在期待我的反应。99，我淡然一笑，走到他们身边，继续，酒已经给你们倒上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参加朋友的聚会，朋友问我，你和季田都好5年了，准备啥时候请我们喝喜酒？我交杯酒，我话都还没说出口，便被前面的起哄声盖住了。所有人都朝着那个方向看去，吧台前面，季田玩游戏输了，要跟身边的人喝交杯酒，而他身边坐的恰好是她的男闺蜜宋妍。宋妍看到我正看向他们，故意茶里茶气地说道：“不要瞎起哄，甜甜的男朋友顾培在呢，这种事情让他来。”他指了指我，眼神里却充满了挑衅意味。话落，所有人都在等着看我的笑话，而我像个旁观者，冷漠地看着这一切。聚会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。过了半晌，还是没人说话。我淡定拿起桌上的红酒，缓缓走到2人身边，饶有兴味地看了眼季田和宋妍，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，给2人的红酒杯里再添了点酒。继续，酒已经给你们倒上了，不要坏了气氛。季田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，咬着牙皱眉瞪我，但我没理会他的眼神。从前的我是从来不会做这种事情的，我只会假装上厕所尿遁，等他们都结束了，我再回来，假装一切都没发生。所以今天我做出这种举动，是季田没猜到的。顾培大气，我就想要这样的男朋友，一个游戏而已吗？季田，快交杯酒！坐在季田身边的闺蜜起哄道。气氛都烘托到这了，季田只能收敛起铁青的脸色，假装大方地端起酒杯递给宋妍：“快点，我一个女生都不在意，你扭捏个啥？”宋妍也没客气，得意地看了我一眼后，就跟季田喝起了交杯酒。2人喝酒的间隙，我走出了包房，先回了家。回到家，季田大声责问我今天为什么要这个样子，我没理会。这一次是我先开始的冷战。我和季田的5年的感情中，因为爱的卑微，所以我一直处于被牵着鼻子走的那一方。从前因为爱，我喜欢他，也愿意被他牵着走，但是失望攒够了，就不会再爱了。我们的冷战持续了半个月。昨天我收到了他发来的餐厅预订信息，我能感觉到这是他想要跟我缓和关系，给我台阶下。以往这种事情都是我来做的，我们吵架、冷战都是我主动破冰，订餐厅、订蛋糕、买花，他也会在我求和后哄我一下。我感恩戴德，忘记之前的不开心，恢复以往对他的热情。这些年一直都是这么过来的，有时候我也会吐槽自己是舔狗，但是对象是季田的话，我愿意舔一辈子。我像是他把玩的风筝，控制住我的线，牢牢地握在他手里，而我甘之如饴。可是当我看见他发来的订餐消息时，我却没了往日的欣喜。今天是我们恋爱5周年纪念日，往年的我早就做好一切准备，迫不及待地期待晚上他看到惊喜时的反应。但今年，我竟然把纪念日忘得一干二净。他能主动想起来，并且还订了餐厅，这是我没想到。昨天上班时收到他发来的消息，我才惊觉，原来我的生日到了。我回复他：“好，明天晚上餐厅见。”按灭手机。我继续忙工作，而没有像以往那样因为他的示好而暗自甜蜜好久。下班后，我先到了预定的餐厅，
预定时间的7点，我带着礼物6点半就到了。等到8点时，季田还没来，我给他打电话，没人接，发消息也没回。9点半时，服务员提醒我要不要上餐，说是10点半要打烊了。我点了点头，一个人慢悠悠吃完了牛排，喝了点红酒。到了10点半，我走出了餐厅。回家的路上，我在想，他或许是工作太忙了，没时间过来，直到深夜他都没回来。偌大的房子，只有我孤零零地坐在客厅沙发上。我把准备好的礼物丢在地毯上，自嘲一笑。季田回来的时候，天已经蒙蒙亮了。经过客厅时，我闻到了他身上宋妍平时喷的香水味道，看来是跟宋妍在一起，或许是心虚。他迎面撞上我的时候，眼神躲躲闪闪，被吓得一哆嗦。你怎么不开灯？吓死人了！我没有说话，静静地望着他。他似乎被我盯得不舒服，主动解释道：下班了，我原本是要去餐厅的，但是临时接到宋妍的电话，他说有个老板要带我认识认识。你也知道，现在做销售不容易，所以我就去了。忘记跟你说，一切都是为了工作，你应该不介意的吧？听他解释完，我的内心一片平静，我没有愤怒，也没有委屈和伤心，反而有一种早就猜到谜底的成就感。看吧，我就知道，他每一次失约都是因为宋妍。奇怪的是，这一次我一点也不难过了。回来了，就洗洗睡吧。说完，我就进了房间。等季田洗漱完时，我已经躺在床上，假装睡着了。顾培，季田轻轻唤了我一声，手搭在我的背上。他似乎还有话要说，但是见我背对着他一动不动，以为我真的睡着了，便没再说话。我也很疑惑，他今天的反应很不正常。若是放在从前，他这个点还没回来，我早就给他打了无数个电话了，然后把全屋的灯打开，愤怒地坐在客厅沙发上等他回来，大声质问、争吵。他不是应该开心吗？毕竟以前每次我那样难过，甚至歇斯底里的时候，他都在一旁冷冷地看着，满脸的不耐烦了嫌弃。心情好的时候会解释一下，他和宋妍只是好朋友、男闺蜜。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他会甩锅给我，说我不够大度、小心眼、没有格局。现在我终于想开了，也放下了，他却突然一反常态了。第二天，我刚起床，就发现季田已经做好早餐，在餐椅上等着我了。看着他殷勤的目光，我假装要迟到了，抓起桌上的三明治就往门外走。季田似乎想说点什么，但是被我拒绝了。一整天，我都沉浸在工作中，时间倒也过得快。下班后，我在外面吃了饭才回家。一进门，季田正坐在沙发上。今天怎么这么早？我边换鞋边问他。没加班，他说。哦，我点了点头，将手提包放好，准备去书房。顾培，季田叫住了我。你给我买的纪念日礼物，我看见了，很喜欢。我其实也给你买了，谢谢。我接过他手里的礼盒，打开一看，是一条领带，我很喜欢，明天就带它。我朝他笑笑，转身就要进书房。季田突然拉住了我的手。昨天，对不起，我失约了。他继续解释道，我本来一下班就要过来的。便是宋妍给我介绍的这个客户真的很重要，我也是想着我们多挣点钱。我相信你。我打断他，是我也会做跟你一样的选择的。我还有工作没做完，先去加班了。顾培，他还是没放手。我不解地看着他，我还没吃饭，不如我们一起。哦，我以为你加班，已经在外面吃过了，你要不点个外卖吧？说完，我就挣开了他的手，转身走进书房，坐下。刚打开电脑，我就听见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了。
大概是季田生气出去了，毕竟他送了礼物给我，主动解释了昨晚的誓约原因，台阶给的足足的了，我竟然没有顺势而下，确实有点给脸不要脸了。但是谁说给台阶就一定要下呢？难道我要像从前一样，他生气了我就绞尽脑汁想方设法的去哄他开心吗？答案显而易见，我不会了。我和季田的冷战又开始了，这次我们谁都没有主动求和。晚上他睡客卧，我睡主卧，难得的清静，再也不用早起给他做早餐，上班时也不会再想起季田，也没有心思给他发消息，工作效率都得到了大幅的提升。从前下班就想着赶紧回家给季田做饭，现在已经懒得回去了，不想再管他，他爱吃不吃，不再围着季田转。我发现自己多抽出了大把的时间，以前真的是恋爱脑上头，所有心思都放在季田身上，以至于毕业这么几年了，还是个小员工，整日浑浑噩噩，没有方向。不过现在想通了，心不在你身上的女人，不要也罢。到现在，这个愿望都没实现。对于以前的我来说，人生的重点就是围着季田转。我甚至想着跟季田结婚，拥有一个孩子，照顾好我们的小家庭，对我来说就是幸福，是我向往的生活。现在幡然醒悟后，我才发觉自己挺失败的，感情上一味付出，却并没有得到对等的回应，对方甚至连婚姻的承诺都不愿意给，工作上一塌糊涂，毫无长进。是时候改变自己了。刚好领导这次新给了个项目，我不再像以前那样能推就推，这一次我主动揽了下来。听说这次做得好，我有希望成为储备干部。每天下班后，我在外面随便吃点饭，回家后就钻进书房开始学习，一直学到睡觉。这几天季田可能还在赌气，每天都回来很晚，这样正好，家里清静，方便我学习。这天我破天荒看见季田发了朋友圈，是一组9宫格照片，跟朋友聚会的。正中间最显眼的是他和宋妍亲昵搂在一起的照片，两人在满天的烟花下相拥，宛如一对热恋中小情侣。看得出来，这是季田故意发出来气我的，想要我吃醋、生气，大声去质问他。可是我再也没有那种气氛极度的感觉了，也不会立马拿起电话愤怒地质问他了。我看了一眼后，还漫不经心地点了个赞，就没再关注了。下午下班，季田破天荒地来到公司接我，刚走出公司大楼，我就听到一阵喇叭声，抬头一看，竟然是季田。副驾驶座上坐着宋妍，刚走到车边，宋妍就冲我露出胜利者的微笑。顾培，我今天跟季田一起谈了个客户，他顺道就送我回家了。我点点头，打开后车门，坐了进去。只要是宋妍坐这辆车，我就从来没坐过副驾，为这事我不止吵过一次。但季田摆明了偏向宋妍，我也无可奈何。他每次都说宋妍晕车，只是坐在前面而已，我为什么非要为这样的小事斤斤计较？我说副驾是我作为他对象的专属位，他就耻笑我矫情。在这件事上，我从来没赢过宋妍，但每发生一次，我就要郁闷一次。不过现在，我完全没有计较的心思了。之前是在意季田，现在不在意了。无论他如何挑衅，也提不起我的任何情绪。宋妍原以为我会跟之前一样跟暗自较劲，但是见我没有理他，只能悻悻然地转头跟季田聊天。我在他两个的聊天中睡着了，再次醒来，车子已经停在小区楼底下好久了，副驾上的宋妍也早就不见了身影。到家了，怎么不喊醒我？
我坐起来，打开车门，季田跟在我身后，一言不发。进了家门口，我径直朝卧室走去。最近很累吗？季田在我身后开口问道。我没想到他会突然这么一问，转头错愕地望着他。刚刚看你都在车上睡着了，我们聊天都没有打扰到你。他继续补充问道。是有点，最近接了个项目，我不想再跟他多说话，转身就进房间继续做项目标书。今天还是上次那个客户，单子有希望了，所以宋妍来找我，帮我一起跟进一下。他的车送去保养了，所以我就顺路送他回家。季田开口跟我解释今天为什么要再宋妍。我突然觉得好笑。从前我为了宋妍的事情经常吃醋，跟他吵架闹别扭冷战，他从来都是觉得我在无理取闹，他从来不屑于解释的。现在我不介意了，他反倒开始主动起来了，关注我，每天更新精彩故事。我理解的，我点点头，朝卫生间走去。原本要提前跟你说一声的，但是后来忙着就搞忘记了。他接着要给我解释，我知道了，没事，能理解。我先去洗澡了，晚上还要继续加班呢。说着，我就进了卫生间。进了卫生间后，我整个人都轻松很多，好像不知不觉中，我开始有意无意的想要避开季田，可能是因为真的不爱了吧。我故意在卫生间磨蹭了半天，等我洗完澡出来的时候，季田已经不在客厅了。看见客厅没人，我好像松了一口气。季田或许也是感受到了我的态度，一整晚没再来打扰过我。第二天，为了避免尴尬，我特意早起了半个小时。公司很重视这次的项目，于是把另一个组的人也喊了过来。最近聊熟悉后才知道，这个组里代理组长跟他们是校友，叫林林，小我们3届的学妹。经过这段时间的合作，我发现林林工作认真负责，生活里像个小太阳，身上充满干劲。别看年龄比我们小，但是他的知识储备比我们要多得多。合作的这段时间里，我总是向他虚心请教问题，他也毫不吝啬，大大方方地教我和我的组员们。最巧的是，我们回家是一条路上的，所以最近我总是不时地会蹭一下林林的顺风车。刚坐上车，我就接到了季田的电话。下班了吗？我现在来接你。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悦，但我没在意。不用了，蹭同事的顺风车就回来了。说完我就挂断了电话。回到家，他坐在沙发上，一言不发地盯着我。我没理会他，径直地朝书房走去。我今天去接你下班，看到你上了一个女人的车，你怎么没告诉我？你同事是女生呀？季田出声质问我。你说林林吗？他家就在我们附近，最近我们一起合作项目，下班了他就顺道给送回家了。我淡淡地跟他解释道，以后还是我送你吧，你们年轻男女每天一起上班，其他同事会说闲话的，没人说闲话，公司同事都知道的。我和林林只是普通同事，你突然这么疑神疑鬼，不觉得难堪吗？这似曾相识的一番话，让季田愣在原地，不知该作何反应。真是风水轮流转，先前刺在我身上的回旋镖扎在他身上，季田才会觉得疼。还有要问的吗？没有，我就不要继续加班了。季田张了张嘴，还想要再说点什么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见状，我径直走进了书房。第二天中午吃饭的时候，季田竟然意外地给我发了消息，是他今天中午的午饭。公司楼下新开的轻食店，看着色香味俱全的，还不错吧？我没回复，他接着又发了一条消息过来，你今天中午吃的什么呀？我搞不懂，季田这是在跟我分享他的生活吗？以前
这都是我做的事。我上滑我们的聊天记录，大片的文字都是我在单方面输出。因为喜欢季田，所以无时无刻都在跟他分享日常。路上看到一只可爱的猫咪，喝到一杯好喝的饮料，被领导表扬或批评了，走路时摔了一跤，发现一个新的网红打卡地，这样生活中的各种小事，我都喜欢跟他分享。刚谈恋爱时，我们是有来有回的，慢慢的就变成了我发了一大堆消息，他就只回复最后一条，通常就2-3个字。我知道很多我热情分享的内容，他可能连看都懒得看一眼。我从一开始的失落，到后来的习以为常，谁让我喜欢他呢？谁让我爱的卑微呢？终于，我分享的热情熄灭了，我失去了给他发消息的欲望。看了看最近的聊天记录，我发现1个星期我没有主动给他发一条信息。公司的项目小有成效，领导高兴请我们吃饭。从前这样的聚会我是能推就推，想着季田一个人在家里，我要去陪他。但现在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领导多接触下，于是跟着大伙儿爽快地答应下来。快下班的时候，季田打电话过来，顾培，你下班了吗？我在你们公司楼下，我们一起去买菜，回家做饭吧。你先回去吧，我们公司今天组织聚餐，要晚点回家，可不可以？这次是领导请吃饭，为了以后工作发展，我不能不去。我相信你应该能理解的吧。我打断季田想要说的话，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季田只能灰溜溜的回去了。9点半的时候，我接到了季田的电话，顾培，你们要结束了吗？我在你们聚餐餐厅的门口，要结束的话，我来接你。他温柔的声音从电话那边传来，应该快了。你是跟着我们来聚餐这里了吗？对，我想着你跟领导吃饭应该会喝酒，你酒量不行，我担心你就跟着过来了。很难想象，这是季田嘴里说出来的话。从前的他可是从来不会说这样子的话，即使在我以为我们最相爱的那几年。不用了，我等下打个车就回去了。你明天不是还要上班吗？先回，没事，我等你。不等我说完，他就挂断电话。聚餐结束的时候已经快12点了，一出大门，季田就上前来搀扶住我，被我拦下了。因为今天我几乎没怎么喝酒，整个人都很清醒。季田见状也没说什么，我们一前一后走到车的位置，他走进驾驶位上坐好，我走到后座，打开车门坐了进去。见我坐到了后座，他皱着眉，一脸不开心。我没说话，静静地坐着。过了好久，转身看向我，顾培，对不起，我才知道等人的感觉是这样的，以前让你等太多次了，以后不会了。没事，我已经不在意。听到我的话，季田瞳孔微缩了一下。顾培，回家吧，很晚了。我打断他的话。就这样，我们相顾无言地回到家。进了家门，我刚准备走进卫生间，季田突然打破沉默。顾培，我发现你最近变了。我不知道是我的错觉还是……我愣了下，直接承认，是的，季田，我觉得我们俩的感情出现问题了，是该好好谈谈了。见我这么坦白，季田反而慌了，他急忙说道：“顾培，你今天估计是喝多了，早点睡吧。有什么事情我们明天再说。”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他的眼神里带着一丝惶恐。我叹了口气，行吧，那我先回房间了。早上，我刚准备出门，就看见拿着行李箱的季田。季田见到我，小心翼翼地开口说道：“顾培，我觉得你最近应该是工作压力太大了，我这几天去我朋友那里住吧，我们都彼此冷静冷静。”我无奈地叹了口气，也行。
我最近工作应该会很忙，你去和朋友住挺好的。现在的季田在我看来就是逃避问题，但是他不愿意面对，我也强求不了。季田走后，我竟然有一种就久违的松弛感，不用再尴尬地待在同一个屋檐下，我自在许多。季田走后的第5天，宋妍把我堵在家门口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他就狠狠地给了我一拳。人渣，你就是这样对甜甜的吗？说完又是一拳。反应过来的我也不甘示弱地回击。片刻后，我俩脸上都挂了彩。宋恶狠狠地瞪着我，你到底对甜甜做了什么？她这几天在我这里茶不思饭不想的，整日以泪洗面，你要不想保护她，交给我来，真是可笑。终于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了是吗？宋妍，你在胡说什么？这是我和顾培之间的事情，你不要插手。匆匆赶来的季田责备宋妍，甜甜，你这样我真的很心疼。宋妍一脸痴情地看向季田，我全程没说话，像个看客一样站在一旁。季田走到我身边给我道歉，顾培对不起，我不知道宋妍他会过来。你所说的朋友家是宋妍家是吗？我冷漠地看着他，季田不敢直视我的眼睛，声音颤颤巍巍，因为宋妍家离公司近，所以我深吸一口气，不想再让季田继续逃避。季田，逃避解决不了问题，我们需要好好谈谈。季田的脸瞬间变得惨白，整个人摇摇晃晃的就要倒下去。宋妍见状，赶忙上前扶住季田，转头又开始责备我，顾培，你真的太过分了，你不知道甜甜感冒了吗？宋妍这么一说，我才仔细看了眼季田，他跟前2天比起来确实要瘦了一圈，整个人也面色苍白，但我以为那是因为他没告诉我他住在宋妍家，被我识破了的尴尬。我冷冷地说道，一个感冒而已，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没必要这么矫情。话音刚落，靠着宋妍等我，季田整个人僵住，他猛地抬起头看向我，我知道他听出来了，这句话他曾经也对我说过。那一次我烧到快40度，医院里大家都有对象陪着打点滴，我突然矫情的想让季田来看看我，忍不住打了个电话给他。电话那边的他冷漠地拒绝了。顾培，你要不要这么矫情？都是成年人了，就是价格感冒而已，至于吗？电话那头传来了宋妍喊季田吃饭的声音。我高烧40度，他在陪着宋妍吃饭。那一刻，我整个人犹如掉进了冰窟里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那时真的是好爱季田。第2天打完点滴，季田3言2语就把我哄好了。季田大概也是想起了这件事情，他声音颤抖，对不起。一旁的宋妍看不下去了，甜甜，明明是他对不起你，你在这里道什么歉？我轻轻一笑，看吧，没了我也照旧有人心疼你。对，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，对自己的女朋友不管不顾？宋妍抬头瞥了我一眼，我无话可说，转身进了家里，关上门。我认真思考了我对季田的现在的感觉。是的，我100%确信我已经不爱他了。我们曾经相爱过吗？答案是确定的，我们爱过，只是相爱的时间太短暂了，犹如烟花，转瞬即逝。我和季田的相遇是在大学校园里，他是学校的风云人物，想学习好，性格好，就连特长都是名列前茅的，生活中也是同学们追捧的对象。但这样的人却一直暗恋宋妍。宋妍也算得上学校里的风云人物，她从小家境贫寒，但是通过自己的努力，成为人群中最耀眼的那一个，跟好多电视剧桥段一样，众星捧月的小公主季田爱上了穷人家的小孩宋妍。
宋妍觉得自己配不上季田，就拒绝了他，而我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大冤种。季田在被宋妍拒绝后，在天台放声大哭的时候，我出现了，默默陪着他，给他递纸巾。后来我们便顺理成章地在一起了。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在他面前就像一团可有可无的空气，但是时间久了，慢慢的季田似乎也爱上了我。我们也曾经有过短暂的相爱，度过了一段开心美好的时光。曾经我们约会的足迹遍布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，每次期末考试，我们的名字总能并列在一起，同学们都笑称我们是金童玉女。刚毕业于时候，我们求职碰壁，但回家后还是能躺在破旧的出租屋里畅想未来。那时候每一天都很开心。我们之间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？是从季田的心开始飘忽的时候吧。准确地说，是从宋妍重新出现在我们生活中开始。宋妍毕业后自己摸爬滚打，也算是闯出了自己的一番事业。后来在工作中无意间碰见了季田，得知季田已经跟我在一起后，他表现出一副很失落后悔的样子，随后又开始以男闺蜜的身份频繁出现在季田和我的生活里。从那时候起，季田的思绪就时刻被他牵动着，甚至在吃饭的时候都会忍不住走神。无论何时何地，只要宋妍开口，他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季田从我身边抢走。我不想再卑微求和了，更不想在无止境的争吵和妥协中度过下半生。我对季田的爱已经耗尽，早就到了说分手的时候了。做出分手的决定，是我这段时间深思熟虑熟悉的结果。既然确定不爱了，那就没有继续在一起的必要了。曾经我以为我们会一直走下去，结婚生子，携手到老。对于未来的美好生活，我畅想过无数次。不过及时止损也未尝不可，生活又不是只有爱情。跟季田的这段感情，我不后悔。我们的开始是美好的，我体验过被爱的感觉。在这段感情里，我深爱过，付出过，也收获过。我并没有觉得荒废了青春，这段经历让我更成熟、从容。我爱得起，也放得下。于是在公司项目完工这天，我主动打电话给季田，约他回家好好谈一谈。刚进家，我一见面就直奔主题。季田，以前是我自欺欺人，假装没看到我们之间的问题，其实我们之间的状态早就不正常了。这段时间我认真思考过，也做出了决定。我们顾培，我们结婚吧。季田突然打断我的话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。我一时愣住，他接着道：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考虑跟你求婚的事。钻戒是我跑了好几个地方才买到的，是你喜欢的款式。你愿意结婚吗？这话要是放在之前，我真的是求之不得。因为我以前最大的梦想就是跟季田结婚生子。可是现在，我听到他的求婚，内心毫无波澜，甚至还带着一丝抗拒，不愿意。我冷漠地吐出3个字，仿佛是他意料之中的回答。季田没有任何的惊讶，他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脸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我一脸疑惑地望着他，他带着哭腔继续问道：是从什么时候不爱我的？纪念日那天，还是喝交杯酒那天？原来他说的是这个。我摇摇头，不是的，我们之前很早就出问题了，一天天积累下来才会爆发。季田的声音带着哽咽，只是一个劲地向我道歉。对不起，顾培，是我错了，我不该做出那么多让你伤心的事，对你的真心视若无睹，还一直纵容宋妍，跟他藕断丝连。
纠缠不清。我不该次次爽约，不该小肚鸡肠，误会你和同事之间的关系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他垂着头，无声的眼泪砸在地上，却砸不进我的心里。原来他一直都知道，他做的这些事会让我伤心，但他还是做了，因为他有恃无恐，笃定我不会离开，直到我主动提出分手，态度坚决到无法挽回的这一刻，季田才会后悔。我不理会他，他反而更加疯狂，扑过来，死死抓住我的手。我知道你不喜欢宋妍，我这就把联系方式删掉，以后也不会再见面了。我发誓，你相信我好吗？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弥补你的。我轻轻摇头，我们之间的矛盾并非这么简单。我不爱你了，更不想委屈自己跟你在一起。你走吧，别再纠缠我了。季田痛苦地倒在地上，我不想再跟他有瓜葛，所以直接走进房出餐厅，选择回避。半个小时后，客厅内的哭声停止了，随之而来的是重重的关门声。季田离开了，临走之际把车钥匙留在了餐桌上，还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对不起。我把纸条攥成一团，扔进垃圾桶，连同那些旧人就是一起打包扔掉在我的人生里，彻底消失。跟季田分手后，我把有我们共同回忆的房子退租了，在公司附近重新租了个房子，没了感情的烦恼。我开始努力提升自己，我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了工作上。之前的项目完成很好，最近表现也很好，我成功当上了组长，公司给我放了3天代假，我准备出去玩一玩，好好放松一下。昨天听物管说，隔壁新搬进来一个邻居，为了能来这里住，不惜花3倍的租金把原来的说服搬家，还帮他们支付了一大笔违约金，只为了搬进来住。听说是为爱豪掷千金，我还在内心吐槽是谁这么豪横。刚出门就看见季田笑意盈盈地看着我，我万万没想到，那个传说中豪掷千金、人傻钱多的租客，竟然是季田。我压根不想搭理他，转身就朝电梯走去。季田拉住我，一脸委屈地说道：“这就是你跟邻居相处的样子吗？我记得你以前对隔壁邻居一家可好了。”我一把甩开，拉住我的手，淡漠地留下一句：“你真是疯了。”季田不甘心地追上来，用身体挡住电梯门。我就是疯了，才会没有好好珍惜你，让你从我身边离开。我知道你不能接受我，我只想以朋友的身份留在你身边，这是我深思熟虑的结果。顾培，除了搬到这里，我真的别无他法了。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，没有人活该为了别人牺牲一切。我爱的那个季田，是永远在成绩榜上名列前茅，站在舞台上闪闪发光，傲气到不可一世，认为从不轻言失败的他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为了爱情变得疯癫痴魔。季田，麻烦你给自己留点脸面，如果不想我连夜搬走，让你永远找不到，就赶紧松手。季田愣了一下，飞快地退出电梯间，在门缓缓合上的那一刻，我看到了他脸颊上滑落的一滴眼泪。3天的假期，我过得无比充实。回来的时候，是琳琳送我回来的。当晚，季田就醉醺醺地出现在我的家门口，他好像喝多了，说话的语调有点不正常。顾培，我说过，守在你身边，我心甘情愿，就算追不回来你，我也不后悔这些努力。我想过，以后你可能会再恋爱，跟别的女人一起走进婚姻的殿堂，那我就大度点，笑着祝福你。可是现在，我有点害怕了，真有那么一天，我该怎么过下去？之前看你让女同事坐你的车，我都不乐意，现在
看到他送你回家，你对他笑意盈盈的，我只能苦闷第一个人喝酒。我疯狂地嫉妒那几个在你身边的人，他们能看到你肆意的笑容。你那么优秀，那么漂亮，恢复单身了，肯定会有优质的女生去追你。我真的能眼睁睁看着一切发生吗？他就一直喃喃重复着，我错了，别丢下我。见他喝得烂醉如泥，我只能把他送回他的房间，安顿好后我就回来了。那天过后，我很久没再见到季田，再次见到他时，他整个人瘦了一大圈。他告诉我，那天我把他送回去以后，宋妍过来了，他把宋妍误以为是我，两人干柴烈火发生了关系，然后就意外怀孕了。原本想要打掉的，但是宋妍对他特别好，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。后来有一天，宋妍的妈妈突然过来，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打了他一顿，说他不知检点，勾引他儿子。最后，宋妍妈妈狠狠地推了季田一下，季田被推倒在地，身下开始流血。等季田再次醒来，孩子已经没了，他的子宫被切除了，这辈子都不会再有孩子了。今天是刚跟宋妍妈妈打完官司，听她说完后，我很是唏嘘，竟不知道要怎么安慰她。思考片刻，我正要开口，她却安然一笑，就这样吧，顾培，我要出国了，以后估计也不会再见了，祝你幸福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